局长，哎，今晚是什么状况啊？你说呢？黄志新拒捕。他非常配合，看到我完全没有反抗。哦，那是阿波喽？当然不是啊，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控制黄志新了。哦，对了，他回去没有先跟你说，你别怪他，那是我的意思。黄志新反咬我一口，对吧？哎，副局长，以后连后白讲，你莫来相信。谁开的枪你知道吗？哎，霸明是野狼嘛，这个啊，就是他自导自演的苦肉计。有可能，也有别的可能吧。弹道我们已经测量过了，黄志新他肩膀中枪，那是他运气好。他要不是摔那么一下，子弹可能就打在他的头上了。哎呦，副局长，这种代志哦，嘛是会当进前就到好的啊，是不是？这风险是不是也冒得太大了？副局长啊，嘿嘿，你不该是在怀疑我吧？田爽，之前你问过我，说关于任务什么时候能结束，我没跟你说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有关黄志新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之前我知道来这一趟会遇到很多情况，但没想到这一次要把枪口对准自己人。田壮，你完成的很好。可是现在我们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的。枪击黄志兴？许处说，是黄志兴自己要求的。可为什么呀？郑太祥对他颇为提防，而演技化的情报没有那么好取得，他要做场戏，他故意落入郑太祥设计的陷阱。在郑太祥觉得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，他用逃跑吸引注意力，好争取时间，让其他人获取有关演技化的情报。还有其他人？为了吸引注意力，我也没必要向他开枪吧？军情局一直在找间谍，与其逃走，他觉得不如将计就计。他故意逃跑失败，落入蔡德胜手中，再和蔡德胜说，是郑太祥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故意陷害的他，真正的内鬼其实是郑太祥，你就在这个时候开枪。所以，在蔡德胜眼中，是郑太祥想要灭口。是。那也太冒险了。执行组织的任务吧，枪我帮你准备好了。位置就在破损的栏杆处。按黄志兴的说法，他会在这儿先停下，再往前走一步，假装被绊倒。你就在这个时候开枪，
到时候军情处做弹道还原，就会发现你瞄的是头。不行，距离太远了，海风还这么大，到时候他绊了一跤，什么姿势太不可控了。我还是苗头打肩，谁能保证了啊？我凭什么呀？我知道这很难，可黄志兴说，我们不干，他自己也会干。我打歪了还好，可万一我瞄的头打的也是头呢？黄志兴说，是一个年轻人的铤而走险，才让他有了这样的勇气。你猜他说的是谁？明天我真把他打死了，那可就是笑话了。我听说你可是刷新过射击记录，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，这能一样吗？我觉得如果黄志兴知道开枪的是你，无论冒多大风险，他都会愿意的。非要有个人开这枪是吧？那行，反正打的又不是我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们会有更好的办法。来不及了，风险太大了。只有这样子，蔡德胜才可以相信。但是我觉得，你不愿意，我就自己来。你想过没有？就算你中了枪，军情局也会怀疑是你自导自演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但要中枪，这一枪还必须瞄准我的头。他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我们已经成功得到了演计划的情报。详细情况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。许初，我有件事情不太明白。我们做这个工作是时刻准备为国家献身的，那合情合理。如果有大陆有志之士，为了祖国的统一，不惜性命，那也能理解。那黄志兴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，他什么也不图，什么也不要，明明有自己的大好前途，却不惜性命帮我们阻止演计划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那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他心里一定有一个信念，和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。确实不一样。其实他只有一个目的，是什么？祖国统一。可我们现在又没打仗。没错。但他要的不止现在，他还有未来。他希望战火永远不要降临在自己的家乡。可他比大多数人更明白，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。我叫黄志兴，是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。我出生在眷村，但和身边的很多人不同。他们受到家里的影响，会讲自己来自山东、江苏、福建、广东。可我就觉得，生在台湾的自己是个台湾人。我没见过大陆。台湾就是我唯一的家。我父亲在这方面非常刻板，他一直坚定地认为，他现在流落外省，总有一天要回到故乡去。可其实，他来台湾的时候才5岁，
大陆什么样子，他根本不记得。那些所谓的记忆，不过都是在爷爷的转述下，带着滤镜的想象罢了。爷爷去世的早，那些故事就成了父亲的怀石和寄托。父亲当然不认同我的想法，为此我小时候没少挨打。但他越打，我越不服气。我还有一个新念头，台湾的未来要靠我这样的人塑造，而活在过去的父亲是不会懂这些的。10几岁时，母亲过世了，那这个家就没有再待下去的理由。于是考上大学后，我彻底离开了这里。在大学里，我遇到了更多有想法的同龄人，跟他们的碰撞，也刺激了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所以我把打工攒下来的钱，都用来到处穷游。我想，当自己去过了各种地方，也许就能更清楚台湾的未来在何方。后来一次偶然，大学里正好有一个交换生的名额，我忽然想到，自己去了欧洲、美洲、日本，为什么唯独没想过去大陆呢？就这样，我终于来到父亲口中的故乡。我的确是台湾人，和许多与大陆同胞有很多不同，但我们说着一样的语言，有着一样的文化，流着一样的血脉。我们相同的地方，要远远超过不同。直到这时，我再回头看父亲的话，才发现或许他并不都是错。我继续自己的人生目标，毕业、工作，一步步往上爬。可我发现在台湾，光走白道是不够的。正好，我有朋友已经在帮派里混出来了，我便去投靠了他。女人的降生，再次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态度。在她出现之前，我觉得世界是个舞台，越乱越任我驰骋。可有她之后，我只愿天下太平。好。台湾的未来到底该往哪走？如果走错了，可能意味着什么？给这片土地带来什么？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。我甚至想要再去跟父亲聊聊，可我还没去，他已经过世了。直到今天，我也不敢说认同父亲，毕竟跟他成长的经历、环境都不一样。但他有句话，我倒是一直记在心里。都是中国人，都是中国人，为什么要把同根同源的同胞当作敌人？
在他看来，同胞是亲人，不是敌人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总有人喜欢说，台湾要把未来握在自己手中，这是个美好的愿望。可当你看过世界，就会发现世界不是一座座孤岛，而是彼此之间有联系的。黄先生你好，你是哪一位？别紧张，我没有恶意。我们知道您一直很关心两岸关系，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或者遇到危险，可以跟我们联系，就当交个朋友。没了，这是化工厂。后来军情局要透过天海门，借着化工厂的名义，实施一项名为演计划的项目。演计划具体是什么？当时我还不清楚，但我明白，它一定会破坏祖国统一。于是，我暗自将化工厂的内部情报透露给环保组织，让化工厂的计划流产。做这些事，让我们越来越习惯什么都闷在心里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太太告诉我，她无法再忍受我外表的冷漠，她要跟我离婚。我理解她的选择。我们要这样不说话是不是？你每天都在干嘛？你听告诉我吗？王志新，我礼拜天要带西西去动物园，你要一起去吗？实在没时间。没时间？没时间？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呢？你每天晚上这么晚回来，你跟谁在那里做什么？小声一点。什么小声一点？你叫我怎么小声？叫我怎么沟通？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了，你要再这样是不是？我不知道自己哪一天就不在了，所以每次见到你，我都会道那是最后一面。也许我是自作多情，祖国统一又不找我来操心。可每当我看到世界上又发生了新的变故，便觉得自己但凡能出一份力，就不该有所保留。这个世界远远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安全，而我却不希望未来的某一天，防空警报在西西的头上响起。为了给他一个和平的未来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